哈喽呀，友们，最近换上了荣耀 Magic V6，我把它当做主力机用了2周，想分享一下我用这款折叠屏的体验。我实际用下来，它的优缺点我都会讲到，希望友们可以先3连再看吧。首先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它的电池续航，我这个是512GB 版本的，它的电池是6850毫安时的氢爱湖电池。哦，对了，它只有 1TB 的顶配版本才是7150毫安时的刀片电池哦。这台充满电之后，我重度使用，玩游戏呀、刷抖音、微信什么的，待机时间可以到16个小时多，亮屏时间可以用到11个小时多。这中间还有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用这个大屏幕刷视频，能有这个续航我还是很意外的。意思是你一整天带出去都不用充电什么的。轻度使用的话，续航我估计能去到2天。其次就是它还做到了轻薄，跟 iPhone 17 Pro 放在一起看一下厚度，看得出来已经是比直板机厚不了多少了。日常就用外屏拿着，也不觉得就像是拿个折叠屏的感觉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很轻，我单手拿着操作嘛都不觉得有什么负担。那 Magic V6 在这个体积和重量下给到了很不错的续航时间，这2方面是我用下来感知最明显、最好用的体验了。再说一下折痕，在亮屏日常使用、看视频、聊天的时候呢，都感觉不到这个折痕。我这段时间用下来嘛，都不会存在什么用着用着忽然就被这个折痕吸引过去的情况。当然，在熄屏的情况下看，或者是用手摸过去呢，还是会有存在感的。那毕竟是折叠屏嘛，不可能真的没有一点折痕。我觉得能够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就已经很好了。那再说回这个外观设计，整体的设计还是很精致的。我这台旭日金的配色，背面是3D 的格纹金雕，配上这个穹顶的8边形的 decal， 看着就是挺贵气的。它是直角 C 边的设计，边框还做了很细的拉丝，不是很显眼，重点是不沾指纹了。但就是背面边框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凸起，裸机用的话，手指划过能够感受到这个边框的存在感，稍微有点硌手的感觉。内屏是7.59英寸的，全局亮度来到了1300尼特，外屏是6.52英寸，全局亮度是2000尼特，这外阳光下看也非常的清楚。它内外都是有4320赫兹的 PWM 高频调光，实际观感是真的很不错。我长时间晚上玩手机嘛，看视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外屏的显示效果也特别的高清，放 iPhone 一起对比看看。这次屏幕硬件也是挺硬核的，内屏就是有多项权威认证的黑钻屏幕，外屏也是用了抗反色工艺的高精度膜，除了防反光的效果很好以外，还耐磨。我说怎么这个拿到手都没见贴出厂膜呢？感情是不需要呀。那整机也是有了 IP6869的防水，还实现了4米级的防水，基本是目前最强的防水折叠屏了。虽然也没有人真会带到水下用，但是有更强的防水性能，咱们用着也是更放心吧。铰链是用的自研的航空级盾构钢，屈服强度来到了2800兆帕，是目前折叠屏中最高的了。那本身国内现在的折叠屏技术嘛，我觉得都做得挺好的，几乎都不用担心这个使用寿命的问题，基本都是会做很多次的折叠测试啊啥的。那有这方面顾虑的朋友，也可以后续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实验室 UP 主会不会测一下，我就只能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体验了。它这次自带的动态壁纸我都没换，本身是觉得挺好看的，后面发现还特别的细节，它会根据你屏幕展开悬停的角度而产生变化。镜头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和超广角，长焦来到了6400万，并且是潜望式的长焦。拍照的时候，外屏除了基础的预览功能，还有一些卡通动画，应该是拍小朋友、小宠物的时候可以用来吸引注意力，亲测拍宠物是有用的。另外还有灵感帮拍，点击之后会自动识别场景，给出一些参考图，可以直接显示在外屏。拍照不知道怎么摆动作的人也算是有救了。再来看一下它实拍的效果，实拍的颜色嘛还是挺还原肉眼看到的效果，主摄跟广角的差距也不算大，抓拍宠物也是能有不错的效果，就是偶尔的算法没有那么的好。2倍的裁切效果也是没有问题的，清晰度是够用的，最近的对焦距离也是挺近的。它这个高像素长焦头户外表现的时候呢平平无奇，但是拍特写的时候呢就蛮有优势的，细节效果呈现很好。拍动物特写的时候甚至有一种相机拍的感觉了，拍人的效果也是进步很大，眼睫毛都看得很清楚，美颜算法也还可以，特别是这个虚化的效果，基本是可以做到把发丝都算到根根分明了。总的来看是有点打破我对折叠屏拍照不好的传统印象了。它在后期的编辑中也加入了 AI 追色的功能，网上看到不错的调色图片可以保存下来，直接反色了。那以后拍了图不知道怎么调色滤镜的，可以直接找相似的来 AI 一键调色。另外它的水印也是有很多选择的，什么胶片呀、追色、简约什么的，还有一些限时节日的水印。视频是最高能拍4K 60帧，设置中还有自动的 FPS 跟锁定白平衡的开关，这个建议开上，录视频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会飘了。日常录视频的效果感觉还是可以的，清晰度也挺好的。那它的芯片也是搭载了第5代骁龙8至尊版，有点意外哈。折叠屏也卷上性能了，我玩手游主要是打王者，设置都调到最高了，玩的时候呢也不会发烫，没有什么卡顿感，体验还是很丝滑的。是折叠屏用外屏打游戏的握持感肯定还是比普通的直板机差一点点的。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折叠屏用起来还是挺爽的，刷抖音是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刷评论的，微博、小红书也是，但是哔哩哔哩就不行，还是原来的样子哦。还有就是微博不开评论的时候呢，重心都还是在左边，长时间看吧没有那么的顺眼。那折叠屏基于大屏的优势，看股票啊、办公啥的就更不用说了，非常的方便。日常用的时候，在2个应用之间来回2次点击之后呢，就会提示这个快速分屏，依旧是贴心好用，这样就可以边看视频边聊天了，啥都不耽误。
还有它这个防窥屏的功能，我觉得很好用，可以在别人看你屏幕的时候呢，提醒和模糊遮挡，还能自定义应用和屏幕遮挡的内容。我试了一下，还是挺灵敏的，基本是有人看过来，它就会提示了。还有生态问题也不用担心了，它面对安卓厂商嘛，只要是开了互传就可以直接传照片，苹果手机下载他家的互联 APP 就可以碰一碰互传了。最主要的是连接 Mac 电脑，也只是需要在苹果电脑上下载一个荣耀超级工作台，然后也可以碰一碰互传了。这个真的有点太牛了，我试过碰主机、碰屏幕都是可以的，真的是很方便了。那用苹果生态的人基本都是不用担心了。对了，连接 AirPods 都是有动画的，基础控制也是可以改了。那我用下来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外放效果是差点意思的，给你们听一下。其他的真的都是没啥了，不论是外观手感还是实际的使用体验，我都是挺满意的。单持我用了2周，是一个正儿八经能当个主力机用的折叠屏手机。那如果你们也有购入折叠屏的想法，可以去体验体验荣耀这款 Magic V6，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期，但先关注吧，拜拜。